三叶野人，延年修为。这是真正的野人。你既然识得野人的等级，还望把你所知的全部说出。这些野人乃是仙夷族，他们分为2类，一类是术咒师，一类是战咒师。他们身上的符文便是他们的力量所在。以符力为月，进行术法攻击的是术咒师，而符页数量越多，则实力越强。这仙夷族使用的神通之术，与我等修士截然不同。午夜术咒师，化神。尽可吸食符文提升修为。闻所未闻，仙夷秘法，果真不易之极。散开！我们分头前往西北处，在第3层入口会合。既你执意要战，那便成全你。王某倒也想领教一下仙夷之法。此人身上没有半点灵力，但那些符文却让人有心惊之感。符文性的外来者，你们不守约定，灾异之期未到，擅入此地者，这野人的符文之力，还真是霸道之极。使你血液一剑！若每次使用都要消耗1块极品灵石来顶替稀释，代价太高了。花里胡哨的，还不是被你血液给劈了？仙夷一法，不可小觑。六叶。拿坤，我和约本，我真阿三。阿贡坎特诺萨斯，这仙夷族语
你是谁？你若就此退去，不再扰我修炼，今日之事就此作罢。初入修真界，遇到的那怪人阿呆，难道也是仙一族？外来者，你该现身了。你好，我是仙夷族的卡莫，六叶树咒师。在下王灵，化神修士。百年之期未到，闯入仙夷之地的修士都得死。你刚才未趁我弟子血路时出手，我便也不为难你。他刚才以妖兽之血在身上画下符文，是你们仙夷族秘术？我仙夷族以符文为媒，吸收妖兽之力，越强大的妖兽，带给我们的力量就越大。仙夷之法霸道至极，为何族人屈居这贫瘠地下？这朱雀星本是我们的居住地，当年朱雀国升至6级修真国，被修真联盟赠予这颗星球。为了抢夺这里，我们爆发了一场大战，仙夷族损失了90%的族人，寥寥幸存者进到这仙夷地下，不再外出。不要进入3层，第3层有我族7叶树咒师的存在，他们相当于你们修士中的应变器。快些离去，还有一线生机。多谢提醒。师父，为什么不把他抓住，交给族长啊？若我没看错，他身后的符魂气息属于默默。他能杀了我族5叶树咒师，却毫发无伤。为师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将他留下。道友莫怪，阁内小辈不识货，单凭血经脉就可使那傀儡的价格翻番，更不用说其中蕴含的一丝化神意境。道友，这法宝老夫买下了。这枚紫玉简可以在我炼气阁任意一殿换取2万上品灵石。2万上品灵石。2万！我家小姐付3万上品灵石。3万！又来个！竟给老夫添乱！要是这小子真的动手……王兄，我这里还有4000上品灵石。不用。你2人在此守护。是。晚辈子熙，见过前辈。你引我来此，若是不能说出让我满意的原因，休怪我无情。前辈心智过人，小女子佩服。莫有废话！刚刚化神尚未稳固，领悟的也不过他人意境。退下！不自量力！前辈，晚辈之前鲁莽，实乃逼于无奈，还请前辈看在这6品丹方的份上，帮晚辈一次。
晚辈乃周国缥缈宗之人，我父亲是缥缈宗宗主。20年前，父亲进入仙夷之地，至今未归。那仙夷之地是朱雀心2大兄弟之一与九幽蛮荒齐灭，晚辈的修为无法进入，还请前辈助我进去，把我爹骸骨找回。没有时间。此玉简价值2万上品灵石，算是拓印之剑。这归元丹方中记载了各类药草及材料137种，其劣质难度前所未有。更关键的是，其中药材大部分是稀世珍宝，并且早已绝迹。我宗也只有不到20种存货，空缺的药材只能逐个研究，找出其代替品。婉儿的身体不知还能等多久。云天宗上下待命，不计代价，宗内有的立刻取来，若是没有，就高价去其他宗派换。这丹方当中的药材不乏一些4、5级修真国的镇派之宝，那我便亲自去取。走吧，都给我仔细的找，要快！大长老，宗内所有4品炼丹师均已到齐。不对，统统不对！替代药材的属性分离及搭配，绝不许有丝毫差错。再粗心大意，统统给我滚出云天宗！婉儿，这是我生死一境当中的生机之气，你吐纳看看。我感觉好了一些，只是忽然有了困意。你现在身体虚弱，想要这生气在你体内发挥作用，就需要长时间的休息。你安心歇息。师兄，婉儿不怕死，怕的是再也见不到你。不会的，我向你保证。300年才开花的陀螺莲，老子终于等到了。鼠辈，老夫的东西也敢抢，今天你走不了了！拦我者，别怕，我在。睡吧，我陪着你。死气磅礴，婉儿的状态越来越差了。不够，不够，再去找！拿来，拿来，拿来！
主真是辛苦，既要外出到各地寻药，又要趁着宗主清醒前赶回。宗主昏睡的时间越来越长了。自从我返回楚国，2年来不间断的行气滋养和灵力灌注，婉儿却还是越来越虚弱。婉儿若是强行结营，怕是元阳尚未形成，肉身就会立刻死亡。那时，未成的元婴也只有消散一途，连聚魂都做不到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！大宗主，最后一味幽魂草，用另37种药材替代，大部分的很好交易，我有1味，在4级修真国阴阳宗主。数万年前，阴阳宗本是5级修真国，这次宗主请千万小心。何方小辈，来我宗撒野！宗主一去数月，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！不能是出了什么意外吧？师兄会回来的，他说过他会回来的。可是，我信他。快为宗主输送灵血！压制不住。我就说，师兄绝不食言。凯卢。